玄火杏言，第一章废物，天才，玄黄大陆，以气为尊，亦以颜为镜。女子的容颜不仅是天生丽质，更是修炼天赋与实力的外显。肌肤若凝脂，则气脉通畅；容颜若枯槁，则前路渺茫。云岚宗山门之内，林清眼静静地坐在镜前，指尖轻触脸颊，一丝细微的刺痛让她眉头微蹙，干燥宛如被秋风抽干了所有水分的灵草。3个月前，她还是宗门内最耀眼的天才少女，年仅25岁便已真灵机境9段巅峰，肌肤灵光萦绕，距离那传说中的御夫境不过一步之遥。为了这一步，她听从了长老的建议，强行修炼了宗门的镇派灵诀之一皮秒气劲。那是一种极为霸道的法门，以极细之气冲刷经脉，强行逼出杂质，追求刹那间的晶莹剔透。功法是霸道，可留下的后遗症亦是霸道的令人心寒。如今他的修为不进反退，跌落至灵机境7段。更可怕的是他的脸，那曾经被誉为云山灵玉的容颜，彷佛成了一块行将破碎的凡石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女穷。他喃喃自语，话语中却满是苦涩。在这以颜为尊的世界，失去了荣光，便等于失去了一切。吱呀，木门被推开，一个身形略显单薄的青年走了进来，手中端着一碗温热的药羹。他叫萧晨，是她的丈夫，一个在宗门内毫不起眼的外门炼丹师。眼儿，喝点安神羹吧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。我没事。林清眼摇摇头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不远处的婴儿床上，他们1岁的孩儿念儿睡得正甜，小脸粉雕玉琢，自带一层莹莹宝光，彷佛是天地间最纯净的灵物。看住念儿，林清眼心中愈发刺痛。也曾有那么一天，她也是这般模样。第2章丹道之争，清眼妹妹还在为这张脸发愁呢。一道娇媚中带着3分讥诮的声音传来。柳飞雪款款而入，她一身火 red 的衣裙，肌肤白皙的近乎透明，隐隐有流光运转，赫然是灵机境巅峰的气息。她也修炼了皮秒气劲，但她成功了。听说你的修为不进反退，真是可惜了。柳飞雪的目光扫过林清眼干涩的脸颊，眼中的得意毫不掩饰。我早就说过，修炼此等霸道灵诀，必须有极品丹药辅助。你看我每日都用丹药糖，首席炼丹师亲手炼制的破障玉露，以3种烈性灵草为引，强行破开肌肤屏障。如今这张脸已是百邪不侵。她的脸确实很亮，亮得像一块被极度打磨的寒冰，美丽却没有一丝温度。林清眼一时语塞，那些顶级丹药价格高得吓人，以她和萧晨的用度根本无法负担。守着一个只会炼些不入流还原丹的废物炼丹师，你还指望什么？柳飞雪瞥了一眼旁边的萧晨，满脸不屑。清眼妹妹，听我一句劝，这修炼之道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看这瓶7转淬肤酸，以毒攻毒，能将你受损的经脉彻底摧毁，而后新生。虽说痛苦了些，却是唯一的王道。看住那瓶冒着幽幽绿光的药液，林清眼心中一寒，摧毁而后新生，可若是再也无法新生呢？柳飞雪笑他胆小，笑他愚笨，留下一个轻蔑的眼神后转身离去。他们的修炼之道从一开始便走向了2个极端。第3章玄火杏言。夜深人静，林清眼辗转反侧，脸颊的刺痛让他无法入眠。他起身来到院中，却看到炼丹房内竟还亮着微弱的火光。他悄悄走近，从门缝中看去，萧晨正专注地控制着一尊古朴药鼎，他的神情无比认真。指尖跳跃着一缕微弱却异常精纯的火焰，那火焰呈青色，温和而充满生机。他炼的不是那些霸道的破障丹，也不是猛烈的淬肤酸，药鼎中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正缓缓成型。那丹药通体温润，呈淡淡的杏黄色，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，充满了磅礴的生命气息。这是萧晨似乎察觉到了他，收起丹火，将丹药小心翼翼地托在掌心。眼儿，你怎么醒了？你在炼什么丹？萧晨微微一笑，将丹药递给他。此丹名为杏颜滋养。他轻声解释道，我翻阅古籍，终于悟出一个道理，你的肌肤并非灵气不足，而是根本受损。这些年你修炼的法门太过刚猛，经脉早已脆弱不堪，皮秒气劲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此刻的你如同一块久旱的良田，需要的不是雷霆雨露，而是温和的滋养，让其本源恢复生机。这番话如同暮鼓晨钟，重重敲在林清衍心上。是啊，他一直在追求更强的力量，更快的突破，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肌肤是否还能承受。可是这枚丹药的气息如此温和，能有什么用？他还是有些犹豫。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。萧晨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最温和的力量才是最磅礴的。衍儿，相信我一次，停下你所有的霸道功法，每日只需服下此丹，以最基础的引气诀温养，剩下的交给你的肌肤自己。看住丈夫眼中前所未有的自信，再看看自己镜中绝望的容颜，林清衍心中再无退路。他接过丹药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第4章单独反噬，闭关开始了。林清衍停下了所有刚猛的灵诀，每日只服用1枚杏颜滋养丹，然后静心打坐。丹药入腹，化作一股暖流，温润的流淌在四肢百骸，没有任何冲击，没有任何刺痛，舒服的让他几乎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温补之物。然而第3天，异变陡生，他的脸上开始冒出大量的红疹与脓泡，又痒又痛，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严重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宗门。听说了吗？林清衍被他那废物丈夫的丹药给毒毁容了。啧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好好的天才，非要信一个外门丹徒。柳飞雪更是亲自前来，好心探望。当他看到林清衍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时，脸上的讥讽几乎要溢出来。清衍妹妹，我早说过，修炼之道岂能儿戏？这低劣丹药的单独反噬，恐怖如斯。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快去求首席炼丹师赐下解毒灵药吧。林清衍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他看住镜中的自己，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了。就在他即将崩溃之时，萧晨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衍儿，别怕，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。这不是单独反噬，这是肌肤代谢，是你体内多年积累的丹毒与霸道灵气，被杏颜滋养丹温和的药力引出体外。这是必经的过程，是破而后立的前兆。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他从怀中取出一卷泛黄的兽皮卷，上面绘制的正是机械毒中描述的肌肤自我修复的纹理演变图。看住那熟悉的图谱，听着丈夫坚定的话语，林清影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。这是他最后的希望。第5章御夫天成。1个月后，当林清衍再次走出房门时，整个云岚宗都为之失声。风吹过他的脸颊，扬起他如瀑的长发，那张脸褪去了所有的红肿与瑕疵，没有柳飞雪那种锋芒毕露的亮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温润通透的灵光。肌肤细腻如上等的暖玉，饱满而富有弹性，仿佛能掐出水来。他周身的气息更是稳固而磅礴，赫然已经突破了瓶颈，踏入了御夫境。这怎么可能？柳飞雪看住脱胎换骨的林清衍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之色。而就在此时，异变再次发生，柳飞雪突然惨叫一声，脸上瞬间浮现出大片的红斑与裂纹，体内的灵气狂暴的四处冲撞。灵气反噬，有长老大惊失色。他长期依赖霸道丹药，强行摧骨，肌肤的根本早已被掏空，如今心神俱震之下，再也压制不住，积累的丹毒与戾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他的修为废了，他的容颜毁了。看住在地上痛苦翻滚的柳飞雪，林清衍心中没有快意，只有一声叹息。他走到萧晨身边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这个一直被所有人视为废物的男人，才是真正懂得丹道自然的宗师。尾声，月华如水。萧晨从背后拥住临窗而立的妻子，下巴轻轻抵在他的肩窝。燕儿睡了。他的手抚上他的脸颊，那温润滑腻的触感让他心神微醉。真美，他轻声道。林清衍转过身，眼中波光流转，脸颊迎上他的后掌，依偎深情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世间最顶级的修炼，不是追求那昙花一现的霸道锋芒，而是寻的一人，以岁月为火，以温情为引，将你炼成他掌心中独一无二的绝品丹药。那张历经风雨回归本源的容颜，便是这份爱最温润的证明。这便是他们的玄火，他们的杏颜滋养。